作为美国监狱里最变态的家伙，每当有长相白净的新囚犯入狱，他都会第一时间朝人家翻出口袋。这不是挑衅，而是拉拢。只要拉住了这只口袋，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他就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但变态的地方在于，一旦拉住口袋，就代表着成了他的人，也可以说是奴隶。不仅身体要承受非人的折磨，精神也要遭受巨大的压力。吃东西你得弯着腰手捧着，期间不能说话，不能动，否则就会受到死神般的凝视。 You know when I want you to open your mouth. 更丧心病狂的是，这个变态有事没事就喜欢杀个狱警玩，事后为了摆脱嫌疑，就会想各种办法让小弟去扛雷，把有福自己享，有事兄弟挡，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干到他的小弟没有一个不后悔的，可又没有任何办法解脱，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选择自杀。而他对此却没有一点负罪感，反而等新的一批囚犯来了之后，他又会从中挑选喜欢的，向人家翻出口袋。同意了还好，不同意的话就会耍阴招，故意找人欺负他，然后再假装上前关心，意思相当明显，跟了我吧，之后保你吃香喝辣的。但这个新来的小偷挺聪明，根本就不上道。 What the hell you doing? No, don't get me wrong. I'm just a friend. Yeah, a fruity friend. I don't need none of that. Easy now. No, you think you get up at this? You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You homo. 这句话彻底把 T-Bag 惹毛了，在狐狸河监狱横行霸道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不给自己面子，于是疯狂打压这个叫大卫的小偷。晚上对着他的牢房唱威胁歌，白天在操场上当众扒他裤子，而这全被麦克看在了眼里。现在越狱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T-Bag 还是其中的一员，但你怂他妈这么玩，万一毁了整个计划咋整啊？所以当再次趁着工作集结挖地道的时候，麦克抄起手边的撬棍，二话不说直接抡在了 T-Bag 的膝盖上。 Now, you and I maybe stuck together in this little dance, but I call the shots. First shot, that kid out there. You don't touch him, ever. Do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虽然不服，但毕竟自己手里没啥砝码，想逃出去就只能听麦克的。 We do. T-Bag 这关算是告一段落，但越狱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黑老大约翰这边又出了问题，狱警头子贝利克突然找到他，这马上就月底了，你的孝敬怎么还迟迟不到账啊？原来约翰之所以能当上监狱工厂的头头，背地里一直在给贝利克交黑钱，可现在他名下的所有公司都被掏空了，银行账户也被冻结了。监狱外面的小弟集体反水，跟了之前帮派里的二当家，人家之所以还留着他这条命，就是为了逼他交出污点证人的下落，因为这个证人知道帮派里的黑料，只要他一天不死，二当家这个老大的位置就坐不稳。而现在他断了约翰的资金链，约翰就交不上贝里克的保护费，交不上保护费，贝里克就会把施工队交给别人，新的工人一进场，他们的地道不仅会被发现，越狱计划也就彻底泡汤了。所以啊，这事儿还得让麦克来处理，因为只有他知道那个证人的地址。虽然这是之前胁迫约翰入伙的唯一筹码，但现在为了大局着想，这个筹码就没那么重要了。于是他让约翰把二当家约到监狱来，他要当面告诉他证人的地址。而等约翰和对方说完之后，麦克又按照纹身上的号码把电话打给了监狱外的一个女人，具体说了啥没人知道，只知道挂完电话后，麦克的脸上露出了胸有成竹的笑容。当天下午，二当家就来到了监狱的探视室，谈判桌上，麦克直接狮子大开口，要20万美金才肯说出证人的地址。二当家闻言瞬间暴怒，我怎么知道你真的有地址？万一给了钱你是骗我的呢？接着麦克就把怎么知道证人地址的方法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二当家，这都是麦克进监狱之前做好的，所以整个过程合情合理。二当家最终选择相信了麦克，可他不知道的是，麦克做事从来都会有两手准备。就在二当家根据地址从美国来到加拿大后，等待他的不是证人，而是大量的武装部队。他连证人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当场抓获。原来这个证人只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只是不经意间看见了约翰的杀人过程，
所以麦克不忍心看着他被杀死。之前给外面女人打的那通电话，就是提前让他通知了证人。而现在二当家因为持枪入境被捕，并且也没有了任何翻盘的希望，约翰又坐回了老大的位置，证人也没有被杀，麦克还可以用他来捆住约翰，可谓是一箭三雕。而现在有了钱，他们又能贿赂贝里克，重新回到杂物室继续挖洞。由于耽误了不少时间，几个人这次干得更加卖力，往外面带出来的石子也越来越多。而这奇怪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本杰明的注意。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第1集的时候，麦克为了接近医务室，找本杰明买了一瓶抵抗胰岛素的药。那时候本杰明就觉得麦克身上有秘密，一直暗中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而就在不久前，他发现麦克时不时就往操场扔些石子。为了搞明白他们到底在干啥，他花钱买通了狱警。等麦克等人歇班的时候，偷偷溜进了杂物室，一顿寻找之后，终于发现了地毯下面的洞口。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是想越狱啊，于是他便第一时间找到了麦克。Now we got a hell of a lot to talk about, don't we? I got nothing to say. Now you think you can play me snowflake? Cause you got college? Big school learning, huh? Well, let me school you. Darwin wins inside these walls. Not Einstein. Darwin.这一刻，麦克想杀了本杰明的心都有了，可那太不现实。眼下这个节骨眼根本赌不起，只要他喊一声，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没办法，麦克最终只能让本杰明加入计划。越狱天团瞬间从5个人变成了6个，本以为这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可更大的麻烦直接冲着麦克的命门来了。这天，狱警突然找到麦克，说他妻子过来探监了。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人全懵了。麦克啥时候结的婚？就连麦克自己都愣了一下，随即又反应过来，是妮卡来了，也就是之前打电话的那个女人。原来呀，这个所谓的妻子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麦克帮他拿到美国绿卡，他帮麦克在外面传递消息，做一些麦克不方便做的事儿。而这次来呢，是偷偷给麦克送信用卡的。当然，这只是一个障眼法，因为把信用卡的伪装膜撕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张万能的门禁卡，能打开监狱所有储藏室的门。妮卡走的时候还抱了麦克一下，嘱咐他小心。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刚好被路过的萨拉看了个正着，瞬间就觉得自己遭到的欺骗，甚至是背叛。从这天起，他对麦克的态度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和他说一句话，连每天的胰岛素注射都让别的医生代劳。麦克每次去医务室偷偷用自制硫酸腐蚀管道的时候，都只能看到他冰冷的背影。可现在根本没时间解释，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当天晚上，麦克通过牢房后面的管道一路摸到了监狱的储藏室，用门禁卡进去之后，找到了自己入狱前的私人物品，里面有越狱计划的关键道具，一台袖珍录音机，还有一块改装过的金表。可翻了一遍之后，录音机还在，金表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我操，狱警队伍里难道还有小偷吗？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麦克只好找到了在这里蹲了30年的 DB Cooper。 要不说姜还得是老的辣， DB Cooper 听完麦克的事情后，立马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原来监狱里有个叫拉西的肥胖狱警，经常偷拿犯人值钱的东西，建议麦克多去留一下他。而当麦克找到拉西的时候，不用问就已经断案了，因为手表此刻就戴在他的手上。但硬抢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麦克就想起了之前被 T-Bag 调戏的小偷大卫，答应只要把手表偷回来，就让他正式加入监狱工厂挣钱，以后 T-Bag 也不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大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第二天，麦克正在医务室打胰岛素，而也就是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紧急的救命声。大卫的身体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拉西赶紧将人给送了过来。可当大卫看到麦克的时候，还偷偷对着他眨了下眼。没错，这一切都是他的小计谋。不得不说，监狱里个个都是人才，这句话没有任何毛病。手表失而复得，麦克终于松了一口气。然而他刚回到牢房， DB Cooper 就满脸紧张地找了过来，请求加入麦克的越狱小队，并且承认了自己就是30年前的传奇大盗。只要麦克答应带着他出去，就把那150万美金的地址告诉他。要知道，麦克为了这笔钱，曾经多次邀请 DB Cooper 入伙，可他即将获得假释机会，一直保持着拒绝状态。这回为啥又回心转意了呢？原来就在刚刚，典狱长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
他的女儿不幸患上了食道癌，最多还剩3周的生命，可法院却驳回了他的探视申请，理由是他太危险，只有等女儿死了他才能出去参加丧礼，这可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他已经不能再等了，所以这才找到了麦克。至此，越狱小队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补齐，并且经过几天的努力，萨沃市的洞也基本挖通了，也就是说资金、路线、人手万事俱备，接下来就是越狱前的准备。麦克把那块手表拆开，取出里面的定时器和袖珍录音机改装在了一起，做成了一个定时录音装置，然后趁着放风的时候将其埋在了医务室楼下的草坪里，只露出一根天线。这么做是为了记录狱警的巡逻时间，毕竟只有趁着他们不在医务室这边的间隙，才能顺着医务室窗外的电缆爬出去。可问题是3天后，当麦克挖出录音机，听完里面的内容，他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谷底，因为狱警的巡逻间隔是18分钟，但他们7个人从牢房爬到医务室汇合，再拧开医务室窗户上的铁栏杆，然后每个人再爬过电缆，翻过高高的围墙，最快的速度也得需要19分钟，而差的这1分钟就是生与死的距离呀。这就意味着7个人里必须有1个人留下，不然便会满盘皆输。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越狱小队里炸开了锅。刚才还并肩作战、有说有笑的兄弟，瞬间变成了竞争对手。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谁会是那个被留下的倒霉蛋儿。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 T-Bag， 他是整个团队里最没用，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所有人都想把他踢出去，可 T-Bag 早就留了后手，就是害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It smells a little like conspiracy. We need to get back to work. Yeah, before you do, I have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I've been growing leery the way y'all talk, like I'm a lesser man. So I bought an insurance policy. I called up my guy on the outside and I told him about our plan. And I told him in all likelihood I'll be seeing him next week. But if he don't hear from me 5 minutes before the escape and 20 minutes after, I told him to call up the ward and blow the whistle on the whole thing. So if you all got ideas about getting rid of me, I suggest you make other plans. 这下谁也不敢动他了，团队里的气氛越来越诡异，每个人都各怀鬼胎，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戒备。本杰明还找苏克雷挑拨离间，说咱俩呀绝对都会是被踢出去的。麦克是为了救他哥，约翰外面有私人飞机， T.P. Cooper 有150万美金， T-Bag 有他表哥当保险，而咱俩就是个凑数的，对他们没有任何作用。不信你仔细想想。苏克雷本来就头脑简单，被他这么一说，心里也开始打鼓，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从那天起，他对麦克渐渐产生了隔阂，什么事儿都瞒着他，反而和本杰明走得越来越近。而与此同时的贝里克也没闲着，上次麦克妻子来探监的时候，他总觉得这个女人很眼熟，于是就让同事调查了一下，发现麦克和妮卡的结婚时间就在麦克入狱的前2天，并且他后来去夜店玩的时候，还刚好撞见了在台上跳舞的妮卡，要不说当时看着眼熟呢。这下贝里克彻底坐不住了，因为麦克身为高级工程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抢银行入狱，还娶了个脱衣舞娘当老婆，这里面肯定有鬼呀。于是他便拿出自己的警徽，用遣返回国威胁妮卡，逼她说出真相。妮卡一个弱女子，又刚刚获得了绿卡，根本扛不住压力，只能坦白麦克让他送了一张信用卡。贝里克如获至宝，以为自己抓住了麦克的把柄。第2天，他直接找到在医务室的麦克，当众羞辱起了他。 There you are. Just looked for you in your cell. Couldn't find you any place. Couldn't find your credit card either. You know the one I'm talking about? The one your whore wife trunked in the other day.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Maybe whore is too strong. What do you call a girl who married a felon to ge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What'd you have to come here for anyway? No strip clubs in Waziristan? Officer Bellick. Captain. Fine. Do you mind conducting your inquisitions on your own time, please? I have a schedule to maintain. Excuse me, Doctor. I was just asking Mr. Schofield about the contraband he had his stripper wife trucked in the other day. But you go ahead. Your job's more important. 虽然被贝里克发现了秘密，但这番话反而帮了麦克一个大忙。他趁着这个机会，主动向萨拉坦白了结婚的真相。萨拉即便没有表明态度，不过从他给麦克打针来看的话，心里的疙瘩应该是解开了。
更值得开心的是，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医务室里的下水道已经被硫酸彻底溶解化了。接下来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就能逃出这所监狱。而这也导致小队的矛盾彻底爆发，没有人愿意做那个被丢下的。于是几人开始了互相算计。约翰实在不想带 T-Bag 那个变态，他疯疯癫癫的，保不准干出来什么破事啊。于是他就派外面的小弟去绑架 T-Bag 的表哥，想破了他的保险。可没想到这位表哥是个更变态的疯子，见有人对自己不利，不仅开枪反抗，还把只有5岁的孩子挡在身前当人肉盾牌。约翰的小弟没办法，最终只好开枪反击，表哥和孩子都被打死了。而这个消息典狱长很快就告知了 T-Bag， 这也是这位猛男第一次落泪。同时约翰也对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不在乎 T-Bag， 只是惋惜那个年仅5岁的孩子，甚至开始觉得这一切都是 T-Bag 的错。他不提前告诉表哥越狱的事儿，自己又怎么会让人去绑架对方呢？所以他要杀了 T-Bag， 既为越狱也为那个孩子报仇。于是便让小弟强行把他带进了仓库。可就在举起刀准备动手的时候，看着 T-Bag 痛哭流涕不停求饶的样子，约翰又想起了那个孩子。一生信主的他突然心软了，决定给 T-Bag 一个活命的机会。 My God. How do you escape? Or die? I wouldn't make it out there anyway. Not with my proclivities. I want you to give me your word. You hear me? I want you to give me your word! You got it, John. You got it. Come on. You got it. Swear. I'm out, I swear! I swear to God! I swear. All right. I have forgiven you. I have forgiven you. You just have to pray that the Lord Jesus Christ will do the same. Hey, John, you know actually about Jesus? Say hi to him for me, will you? 怎么说呢？对恶人心软，就是对自己最残忍的死刑啊！不过好在发现的及时，约翰很快就被推出来，送上了急救直升机。但是能不能救活，目前谁都说不准。这就意味着他们就算是逃出去了，外面也没有了飞机接应。而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因为林肯此时被关得禁闭。原来就在约翰跟 T-Bag 斗法的时候，麦克等人在杂物室做最后的地道疏通，林肯则负责在外面望风。可这家伙别看长得是腱子肉，智商几乎为0。见狱警拉西过来检查，他一时间又想不出来应对办法，于是脑子一热，对着拉西的脸就是一记重拳。接着他就被赶来的其他狱警制服，带走关了单独禁闭，并且任何人不得探视。更糟糕的是，明天就是他的死刑执行日，众人都劝麦克放弃林肯，说他对哥哥已经做得够多了，这是天意，所以咱们今晚赶紧走吧，别管他了，再不走地道就该被发现了。甚至几人还想脱离麦克单独行动，但这都被麦克以强硬的方式拒绝了。哥哥走不了我就不走，我走不了你们就别想走。那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哥几个忙活了1个月，到头来白忙活吧？当然不会。其实麦克已经想到了应对办法，那就是今晚必须走，并且还要带着林肯一起走。那他会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又到底能不能顺利逃出呢？这就是我下期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2天后不见不散。